大家好，我是阿妹，今天想给大家对比一下这4个比较火的电压力锅，因为常常被大家问哪个更好用，所以今天干脆一次性对比一下。这几个是经常被问到的品牌，也是我觉得颜值比较突出的。为了让大家更好辨别，我会直呼品牌名，但是绝对没有广告，纯粹是想帮大家选出适合自己的电压力锅。这里右边2个安本素和爱丽丝是相对比较传统的电压力锅，左边2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电饭煲功能，可以在电饭煲和电压力锅2种模式里切换。可能就会有网友要说啦，电压力锅也能煮米饭。为了看看他们2个的电饭煲模式有没有存在价值，我让4个压力锅都煮了一次米饭。左边2个用电饭煲模式的精华饭功能，显示55分钟，右边2个用电压力锅的快速饭功能，显示保压时间12分钟。2个锅都是2杯一样的米，按锅内刻度加的水。安本素锅内没有刻度，所以我是按照旁边的爱丽丝的比例放的。本轮测试虽然显示的时间不一样，但是除了蒸米用了40分钟以外，另外3个都是用了30分钟左右。再来看一下米饭的质量，安本素是第一个完成的，但是打开它的瞬间我挺震惊的，一看就有点发黄发暗，平时没注意真没发现。仔细看，边缘软一点，中间硬一点，颜色也不均匀，有白有黄的。爱丽丝的没有明显中间和边缘的区别，但是整体颜色不均匀也挺明显的，而且也有发黄发暗的问题。蒸米和大宇电饭煲模式煮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，颗颗分明，颜色均匀。我觉得除了模式不同原因以外，这可能也跟内胆形状有关。大宇和蒸米的底部是球形的，爱丽丝和安本素是平底的，受热程度不一样。不过我每个都尝了一下，口感方面仔细品区别是有的，电饭煲的更有嚼劲，但对于不敏感的人来说，区别其实不会很大，毕竟米是一样的米。下面再来看一下他们常规的电压力锅功能。我用每个锅炖了1只猪蹄，大约500克，各加了100毫升水，一样的调料，为了保持一致，每个保压30分钟。本轮用时另外3个都差不多，大宇最软烂，直接连部分骨头都酥了，安本素和爱丽丝是差不多的，只有蒸米是最特别的，加压结束后跳出来就是保压10分钟，总的25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。结果猪蹄自然是没有炖软的，所以我又买了个猪蹄来试它，时间加到50分钟，这回保压时间是30分钟了。炖出来的猪蹄是比较有嚼劲的，皮也不会太烂，所以可以看出相同模式、相同保压时间，不同锅炖出来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下面我结合平时的使用体验给大家总结一下每个的特点和优缺点。首先，蒸米跟另外几个电压力锅区别还是比较大的，它跟大宇有点接近，都是电压力锅和电饭煲双模式的，都是不粘涂层内胆和一个不锈钢内胆，而且形状质感这2个都是差不多的。蒸米可以自动识别内胆，放不锈钢内胆就压力锅模式，放不粘内胆就自动电饭煲模式，而大宇需要手动拨一下，所以也可以用不粘内胆去做压力锅模式的东西。蒸米这个自动识别的功能确实挺酷的，就是万一什么时候想用不粘内胆来做电压力锅的东西就不行了。另外它是间歇性自动排气的，大概隔10几秒就会呲的一下。另外几个都是比较安静的，默默的在那里排，除非你手动按压排气。蒸米这样的话可能可以加速排气，但如果你真的急着想吃的话，就又没法手动直接排气了。我看有人用筷子按这个排气，我也斗胆试了一下，但是就卡住了，还是有点慌的，我觉得最好不要。其他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，它的锅盖是不能拆卸的，优点是不用打开锅盖的瞬间不知道锅盖放哪里好，缺点是内胆取放还是会在心理上感觉有点阻碍。
打开瞬间会有一点水流出来，虽然有接水盒，但貌似有点不够大，而且没办法完全收集。因为锅盖不能拿下来清洗，有点麻烦，但这里是可以拆卸的。材质是不锈钢的，这一点相对很多电压力锅都好，很多压力锅这里是铝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拆下来直接扔到洗碗机去清洗。锅盖是要关下来的同时把它转过来扣上，这点我觉得如果单手操作的话还是有一点紧的。调时功能跟大宇一样难用，要长按这个键，有时候一不小心按过头了又要重新等一轮。时间也不能调得很低，比如说这个煲汤模式最短是25分钟。不过对蒸米来说这个时间是需要的，因为它会自动扣掉20分钟之后再给保压。就像现在我选了35分钟，但是它实际保压就只有15分钟。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明白电压力锅的时间显示，因为电压力锅任何模式都会第一步先加压，类似燃气压力锅大火加热，第二步保压，类似燃气压力锅上气后转小火，最后是排气过程。加压和排气时间是不可控的，需要根据锅内食材自动调节，所以大部分电压力锅这里显示的都是保压时间，而蒸米这里显示的是预估全程时间。其他方面感觉整体质感还是不错的，收到感觉比图片还要再好看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来说说大宇。大宇基本功能看着跟蒸米差不多，但是实际使用感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内胆和模式是可以任意切换的，拿起来非常顺手。锅盖这里就是不锈钢的，可以整个拿下来。可以按这里手动排气，如果刚结束里面的气压太足的话，可以先轻轻的按，等后面慢慢减下去之后再重重的按就可以了。但是调试功能也是不太好用的，而且它压力太足了，按它的最小时间还是会太软烂，所以我经常用计时器去手动提前终止这个程序。除去调时这个问题，其他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还可以加个蒸格，有时候可以一锅两菜。安本素和爱丽丝测下来各方面都差不多，虽然安本素比爱丽丝功率大将近1倍哦，但是快速饭和提筋相同保压时间下，总用时和效果是差不多的。它们两个都锅身比较矮，所以也可以当火锅用。安本素还配了一个普通锅盖，可以当电煮锅的时候用。内胆没有刻度线，只能看到最大水位线。煮米饭得靠经验。另外其实可以从刚才煮的米饭看出，因为它锅底太大了，中间和周围一圈有点受热不均，中间硬一点，旁边软一点。按键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其他模式都不能调时间，只有 DIY 模式可以调时间。底座防滑做的不太好，可能因为我这个木质台面也比较滑，但4个压力锅里面只有这个是比较难按的，我需要另外一只辅助才行。锅盖也是可以单手开合的，很顺畅。这里也可以手动按压排气，但是加热过程中这一圈都是比较烫的，这4个里面也是只有它加热过程中锅盖会烫，是比较烫手的那种啊，这边也有提示的。另外它这边也有一个可以拆卸的挡板，这材质是铝的，所以清洗的时候要比较注意，不能用刺激性的清洁剂，也不能放洗碗机。爱丽丝呢是4个里面容量最小的，锅盖呢没有大宇和安本素的拿着这么顺手，单手拿还是会有一点重的。可以通过拨这个来手动排气，这里有一个排气，一个密封。锅盖也是不锈钢的。它最有特色的呢是它的功能按键，这一块是这4个里面最方便的，时间可以任意调节，口感也可以调整，不过应该作用不是很大。功能有这么多可以选择，虽然大部分这些功能其他电压力锅也能实现，但是这个温度是其他电压力锅没有的。
它可以调节一定的温度，所以就可以根据这个功能去做一些事情了，比如说发酵，比如说低温调理。另外4个都是可以开盖收汁的，这样如果你想收汁就不用换锅去做了。好了，那大致情况就是这样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天呐，现在这个数据有点可怕，显示不宜居住，重度污染呢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这款新风机，它被我隐藏在这里，就存在感特别低。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换我卧室那个小新风机滤芯的时候发现，天呐，这也太脏了吧！想象一下，如果那些没过滤掉，那肯定都会在自然通风的情况下进到室内的。所以我就在几个月前装了这台全屋型的壁挂式新风，这个是适合150平室内面积使用的。安装过程其实也很省心，我这边是一共上门了4个安装师傅，2个负责打孔，2个负责安装，随机器送了那种防尘袋，打孔的时候可以接住粉尘，完全没有弄脏墙面。弄完后师傅也帮我把地面都清理干净了。其实我也挺好奇它的效果的，所以今天我就拿这个仪器来测试一下。天呐，现在这个数据有点可怕，显示不宜居住，重度污染呢。因为我已经门窗紧闭24个小时以上了，我就想测试一下这个。现在我来开启一下机器，这个我们是已经连上 APP 了，然后现在开启一下。其实这个机器最吸引我的是它有一个专利，就是智能混风技术，就是可以自动切换内循环比例，也可以自己选择净化进来多少空气。像现在就是选择了0%的新风，就它只对室内空气进行一个净化。就比如说夏天你室内开了空调，你又不想让室外的热气进来影响室内效果的话，就可以只净化室内的空气，就只开这个0%的新风就可以了。也可以选择混合模式，就比如说选个50%的新风，这边会有提示，选择通风档位选择了75%的室外风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现在我选择100%的，然后最大风力，让它最大风力去净化。可以看到上面的数值，然后这里的数据就明显在下降。我才开了几分钟时间，5分钟都不到。好了，这个是新测出来的结果。这个 TVO 其他几个数据我现在忘记了，要等一下对照视频才能发现。但这个 TVOC 是明显的下降，刚才是差不多1左右，然后现在就变成了适合居住。但二氧化碳它有点不稳定啊，刚才600多，现在又800多，我在想是不是我说话影响了它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。现在来测一下它的分贝。现在我们来把它拆机看一下，它这个外观我也很喜欢，它这个面板就是那种有点低调，但是又带点精致的感觉，不是那种大白板。拆机也比较方便，因为后期需要换滤芯的嘛。然后这个用1元硬币就可以打开，手转也可以。有些紧的，它第一波是要用硬币，或是用像我尺子一样的扁的东西给它敲一下。后面的话，你看很简单的。用手就弄出来。对，反正拆机很方便。它这个外面这一层应该是起到一个隔音的效果。它这么大一个机器，功率只要18瓦，我觉得这18瓦真的是超重要的。你看这个是隔音用的。对，很软。对，因为新风机肯定是长期开启的，18瓦的话就会很省电，超级省电，长期来说。现在机器是整个打开的状态了。然后现在肉眼可见就是1、2、3、4组滤芯啊，然后这个下面还有一个，我把它打开，就这边是一个出效的，这个是可以定期自己拆下来水洗的，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出效，然后过滤那种比较大的粉尘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出效的，就过滤大于 PM10的，这是 PM2.5 到10的一个过滤，就写着中效嘛。然后这是过滤 TVOC 的一个，然后最大的就这个是 H13、14的，它就是可以过滤掉 PM0.3、0.1这种很细的那种污染物。
好了，新风机的基本原理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把空气从这个孔从室外抽进来，再通过这一层一层一层的滤芯净化之后，把净化好后的空气从这个出风口排出来之后，再通过空气的压力从门缝、窗户缝排出去。就这样净化后的空气，我感觉会比直接开窗会更干净一点。